外校女儿终于到了，车子里面基本上是空的啊，就只有一个户外电源，然后这样子轻车可以拖到电焊那边去，把轮胎先给焊上。但是这个户外电源放在前面的压着的，结果车子还是会把前车给压到翘头，所以说还是把户外电源要移到车的后面才能够拖得起来啊。也不知道为什么拉子线的电焊都那么忙。找了几家几条街，然后找到这边，才终于有一家可以帮忙焊的。但是，一看师傅手头上活比较多所以说他叫价也比较高。一开始叫100块钱，我说我以前焊过一次20的，焊过一次50的，您这有涨到100块。他说你这也不看是哪里，意思就是说偏僻嘛，我要价高正常了。那其实城里面电焊很多只是我找了好几家都是说忙，或者说是人不在家，所以我不想再折腾了，然后还了一下价，80块钱搞定。师傅手头上活比较多，所以也比较着急结果把我之前垫起来的2根钢管也给切下来了，然后自己给自己加多了工作量，又要重新焊2个钢管上去。二妹姐帮我买的轮胎跟我之前在拉萨买的那个就是用的一模一样所以这个支架也是原装配套的。我给二妹姐转账过去，然后她也给我退回来，说只要路上安全，然后能帮到我就可以了，然后叫我把钱留着给萨宝买点好吃的就行我说我不行这样我又感觉欠人情之前的友友英举火和幸运2头就是这样子的搞得我很难为情的。我说本来你们帮我忙已经欠了很大的人情，然后还帮我们出钱，让我感觉自己像个网络乞丐本来我自己最讨厌的就是网络乞丐搞得卖惨不同情那一套。我一直都有强调，我的旅途虽然很苦，但是我的心很开心很快乐，并不惨苦跟惨是不一样的大型电焊店里没有办法给我的太阳能板的导线焊，所以又花了30块钱来这个家电维修这里把太阳能板断掉的那2根导线给焊起来。不是接电线是太阳能板里面跟电池片相连接的2个铝片，因为断得太里头了，所以说还是挺麻烦的，不太好焊接。师傅也没有能力按以前的规格去把它焊接上只能外接了一段，看起来不太好看但是没办法了，勉强能用就行了吧。我发现不知道是这2天太阳不太好还是怎么样的，就正中午的时候最高电量只能达到7安左右之前达到11安，到底是太阳不行了还是太阳能板里面有电池片已经被上次吹下来摔损坏了，搞不清楚然后回去的时候顺便买了个水桶这个30斤的有点大装满了之后好像提远一点的路程还是有点累但是这样再也不用担心冬天路上水会被冻住了水桶越大越不容易被冻透的那种10斤的一般一晚上就完全成冰棍了，30斤的应该还不容易全部冻透掉。修车子就倒腾了一天然后把车放回去已经很晚了，就决定在外面来吃个东西，然后他们俩就邂逅了。之前靠近他的都是大狗，我都会帮他赶走这次这个狗狗跟他差不多大，我决定不拦着了让他们玩也好，打架也好，随便要锻炼一下他了。萨宝实在是没有跟同类打过架，所以说他只会跑，只会逃跑。我一直在旁边鼓励他迎战我说过我不插手的他俩打成啥样我都绝对不插手不帮他忙的。经过了10几分钟之后，萨宝终于不再一味的躲让逃避了，有一种既然我躲也躲不掉，那我就跟你迎战那种悲壮的感觉萨宝明显个头也没人家大，腿也没人家长，然后年龄应该也比别人小得多，牙齿也还没人家长得好，这本来就是一场不对等的战役所以说他打输是情理之中，但是我还是希望看到他勇敢独立的一面因为他迟早是要看家的不能永远靠我护着他。其实萨宝打起眼来还是挺凶狠的，他的耳朵都会竖着朝后面，然后眼睛都跟翻白眼一样但是实在没办法他的小短腿实在是没有打架的优势了。行了，他们打了半个小时我实在是看累了，我觉得他们俩应该也很累了，然后他们中场休息了一会儿，我赶紧去买个吃的，然后再继续看热闹吧在西藏只要是没有做饭的情况下，我都喜欢豆浆、油条、韭菜盒子这些东西当然这些店大部分都是河南人开的
才消停了几分钟啊，然后小黑又找过来了。第二场下半场的战役又打响了，这次明显萨宝的主战意识强多了啊，没有想到逃跑什么的，但是打不赢，是真的打不赢。看着萨宝的狗舌被小黑当玩具，拽着萨宝走的时候，我真的有一种心酸的感觉，好心疼，好心酸呐！不管尝试多少次进攻啊，最终都是会被小黑扑倒，因为他的腿实在太短了，他扑不倒别人。但是后面居然来了一次反转，我不知道是小黑让着他，还是他真的把小黑扑倒了。那打了1个多小时啊，我劝架也劝不住啊，只能拉着萨宝走。结果小黑就跟上来了打，真的是，可能对于小黑来说，在这个县城里面，他能打得过的也只有萨宝了。所以说，胜利者的姿态就一定要追着打，追着打，一直追我们追回家了。走回去。后来我知道他们2个小家伙应该都饿了哦，打了1、2个小时，果然哦，体能2个都消耗的差不多，但是萨宝被打服了，根本就不敢去吃盆里面的东西。小黑一个人独占狗粮盆，然后萨宝只敢在旁边喝水。等小黑吃饱了，吃的差不多了，萨宝再去那边吃2口。小黑饭量比萨宝大了3、4倍啊，也可能是因为小黑一天只吃1顿，甚至没得吃。萨宝那是今天的第4顿了吧？可能没那么饿，所以没有那么着急去抢吃的啊，不是因为人家怂。吃完饭又把给萨宝炖的牛骨头拿了2个出来，让他们2个啃。结果小黑很霸道啊，他连萨宝那个也要一起啃了。我还是只能给手拿着给萨宝去啃，因为萨宝根本就不敢抢啊。小黑好像有点想跟着我的意思了，他不肯走，然后一直在旁边放哨，有经过的车跟人他都要拼命的叫喊，这一点真的很扰民啊。萨宝都不会这样子，所以我没有办法，只能说出来洗东西，洗了1、2个小时，结果小黑就在那个公共洗手间旁边蹲着守着我，只要有经过来洗手间的，他都要冲着别人叫喊。天哪，萨宝很乖，很少叫唤，然后呢也不要听我话，好制止一点。这个小黑他完全就是我控制不住他，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为了在我面前表现啊。然后回来之后也是一直守在门外，守到了凌晨几点钟。本来是要给萨宝打疫苗的，但是因为他一直在叫，一直叫，我怕萨宝受惊吓，然后打针出失误，所以说晚上就没有办法。结果第2天可能是因为我没有给小黑准备他的那个狗窝，所以他觉得我应该不想收养他，他就走了。主要是小黑他已经散养习惯了，我不太好控制他，然后萨宝也比较怕他，打不过，天天被欺负也不行。然后我的车子重量确实已经超负荷了，没有办法再带着另一只小狗一起了。正好跟上次间隔的时间一样，18天啊，给萨宝把疫苗给打掉，这样我以后路上再也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事情了，也不用担心他容易生病了。萨宝算是被我养的比较有家教，然后比较像家养的那种，平时天天就会哼唧撒娇啊，很少会汪汪汪乱叫的。然后他即使偶尔叫，我一喝止叫他不要叫，他也就会停止了。昨天打架输得太惨了，小篮子汉需要补充一点阳气了，所以买了几个羊腰。这个羊腰很便宜啊，5块钱2个，我买了15块钱6个羊腰。烧烤店一般卖15块钱1串，然后在辣集市买过一次生的，12块钱1个，所以这次15块钱一次吃个够。因为没有在户外，所以不准备烧烤了，直接用它煎一下好了。煎个鸡蛋，然后煮个面条配着羊腰吃哦。因为羊腰单吃的话确实有点腻，然后有点消化不良的会。把萨宝的先捞出来啊，然后我的再放调料。
来补一下，希望你吃了这个羊腰能够更加男子汉。打赢打输不要紧，我不会看不起你的，只要你够勇敢就行。因为下午变天了，狂风大作，然后我担心刚打完疫苗他容易感冒，所以说不让他下来玩，就让他在窝里面待着。这样一口面条，然后一口羊腰，美得很。然后也想再次感谢一下最近给我帮助的几位友友啊，英菊火、幸运二头，还有我们的二妹姐。二妹姐年龄跟我差不多大的啊，但是她有个幸福的家庭了啊，有2个可爱的宝宝，还有一个非常体贴的姐夫。希望二妹姐能够一直幸福下去，然后跟姐夫感情能够天长地久，2个宝宝也能永远快乐、平安、健康。我跟萨宝现在也算是2口之家啊，当然期待能够有第3个口加入啊，但是希望不是一条狗了，是个人就行啊，男的女的都行，公开给萨宝找家人。因为打了疫苗，所以带他出门都是用毛巾给他身上裹着。今天还是又给多洗刷了几遍，然后把他抱到床车里面来睡哦。因为外面风很大，我还是希望他今晚能够安安心心的休养好身体。有人说给狗狗穿衣服就是多此一举，脱裤子放屁啊！我想说这话的绝对是没有来过北方，肯定是个南方的朋友，这也是一个没有在西藏、新疆、甘肃过冬的人哦。萨宝妈妈前一胎是在拉萨的冬天生下来的，然后几个崽全部冻死的。如果像藏獒那种纯种的高原犬，可能问题不大，能够扛得过零下20-30度。但是萨宝这种小体格，然后毛发也不算特别厚实的，不行的。今年夜晚到零下5度的时候，萨宝睡觉都有点发抖，所以我给他买衣服不是为了好看装饰用的，他的衣服是确确实实要替他保暖保命的，保狗命的。就算他有窝窝不至于冻死，但是他每次如果冻生病了干嘛的，在路上也是一件很麻烦，对我来说是很不方便的一件事情。29后面越来越荒凉，又找不到宠物医院的情况下，如果生病是不是跟死亡就很接近了？虽然不能说萨宝像我的孩子一样怎么样的啊，但是萨宝现在肯定像我的家人，像我的朋友一样的，所以说我一定要照顾好他。好了，晚安，拜拜。这2天收拾好就继续出发。